老邓，老邓，李月，李月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？大人，属下本事不利。那也不用跪啊。不，大人是腿麻了。那是怎么了？凶犯死了？没有，跑了？也没有。3名凶徒，一个没了。那怎么就办事不利了？属下着急了，您没回来之前，我带人先把他们都给审了。没审出来？是没审好。不肯招？招？倒是招了。这是你的证词吗？啊，你招的？你这是你的证词吗？你，给我想清楚了啊！到底是谁指使的你们？审判大人，是我们对不住您，没跑成。睁眼说瞎话是不是？啊，走啊！所以幕后真凶是我。我们也想瞒着，可实在是经不住严刑拷打，还望小范大人见谅。严刑拷打了？没有，根本没动手。他们自己主动全都招了。回大人，我们怕疼。好理由，有想法。大人，这是栽赃陷害，不能这么说啊！供词我也看了，条理清晰，动机明确。你别说，我自个儿看了都觉得我是凶手。范大人，我觉得还是得用刑，刚才根本就没用刑，真打他们就招了。来，刚才都没动啊！用刑没用，你们3个等着被我抓呢。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讲，我们逃了没逃掉，就没想过自己的下场。小潘大人，认了吧，国法当前，等官人醒悟，还有机会。明白了，死士。提司大人何在？提司大人何在？提司大人，提司大人，京都府来人要提凶犯，不能放！我现在就把真相问出来，我现在人给出去。大人，京都杀人本来就应该京都复审，我们一处没理由留人。可是这样的口供，如果被京都府坐实，您就百口莫辩了。要不然这样，就说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负隅顽抗，然后生出不是我现在就灭口。人死在医处，同样百口莫辩。那也好过被栽赃陷害吧？对呀，大人。人给他们，做人跟做官一样，要守规矩。放人。做大事不拘小节。殿下，抱月楼凶犯落网了。真的？抓着了？谁抓的？监察院1处。范闲手下抓的。哎呦，不愧是监察院。京都府已经上门提人。京都府？杀人命案本就该京都府接手。人给了吗1处并未阻拦，人已经到京都府了。京都府尹对此案极为重视，立即升堂，正在审理。用了大刑，3人数度昏死，可始终不肯招出这幕后指使之人。虽是杀人重罪，倒也是忠心耿耿。确实忠心耿耿。我招！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下令杀人，小人句句属实，绝不敢诓瞒。爹，小贤贤来了！爹，小贤贤来了！爹，小贤贤来了！上来吧。师伯，重兵。不瞒师伯，装的。小贤贤，你的病好了。别告诉别人啊。谁问我，我都说你的病还没好。大宝令，大宝，哎，爹，自己去玩去吧。爹，那你一会儿千万不要忘了把大宝一定要带到书房里面去，千万不要让别的大家伙欺负他呀。好。
小仙仙，我等你。大宝，他把这条小红鱼叫大宝，装不装病已经不重要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京都府已经审出结果了？那3名凶手一口咬定买凶杀人的就是你。听说了，是你吗？不是。老二的手段，那几名凶手是他麾下的死士。世伯明察秋毫，你糊涂啊！人是你先抓的，让他死在一处不就完了吗？怎么又交给京都府了呢？抱月楼牵扯到范家，人死在一处，我说不清楚。说不清也好过罪名坐实。幸好你之前做的不错，把老二和抱月楼扯上了嫌疑。梅之礼卸任以后，如今的京都府也和老二走得很近，我们只能从这点上做文章。就说京都府是为了二皇子屈打成招。京都府如今与我走得近，如若京都府也擅作主张屈打成招，那岂不是要把范闲害了？对啊，有可能啊。所以说，为求一个胸怀坦荡、光明正大，速把人送去刑部。把人移送到刑部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来世伯这儿之前刚收到的消息。李承泽落子够快，他一直是个聪明人。到了刑部，凶手不会改口供，想必也是如此。就让他们死在刑部。还是不行，人可以死，供词可以改，但是痕迹过重，瞒不过天下人，瞒不过陛下。范闲啊，这件事我前后都想了，人要是到了刑部，你这边可就难了。大哥，就这。还有最后一条路，这还能有路？抱月楼说起来，终究是范思哲的产业，他杀人更合理。您这是要我把罪名推到范思哲身上？想保住你，总要交出去一个。范思哲可是我弟弟，壁虎断尾，壮士几万，心狠手辣，好过折戟沉沙。师伯，那您有没有想过，若是今日我能交出范思哲，未来就也可以牺牲大宝？这样的范闲，您愿意见到吗？那就无路可走了。其实还是有的。那3名凶犯落网之后，我第一时间让麾下之人去查了3名凶犯的底细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大人，经监察院密档查证，此3人皆有命案在身，可以说是血债累累。按倾国律法，该怎么判？若不是还要查证抱月楼命案，当判斩立决。
屠龙你压的是谁啊？无生路可言，才能安心做死事。所以这3个人呢，早就应该死了。要杀他们，早在1处便可动手。如今口供都给了，这时才杀，坐实了你是杀人灭口。您有一点说的没错，重点就在于杀人灭口。杀人了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那边，快！发现一个，把他看住了。好了，这些人直接给我追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是，快！怎么了？殿下，京都府大门外有刺客出手，将3名凶犯当场击杀。这么刺激，都死了吗？都死了。谁杀的他们？那要看是他们把谁供出来了。范闲？不会吧？我刚还说他是被冤枉的。难道真是范闲？刺客抓了吗？逃了大半。那就是说有人被抓，抓了1个。这么不小心啊！殿下，什么表情？被抓的刺客已被确认身份，是范无咎。这人我认识，这不是二皇子门下刀客吗？二皇子。这么看来，杀人灭口的不是范闲。范无咎是我门客，可他此刻没在京都，这事儿跟我没关。不在京都，人都被抓了。我为什么要灭口？供词里买凶的是范闲。因为早有传闻，宝月楼的背后可能是李承泽的手笔，所以京都府都站在老二这边。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。如今人要送到刑部，就可能会翻供，于是李承泽就杀人灭口，前后因果都说得通了。没错，好在是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啊。范无咎是杀向自家主人的妙招，我只是不明白了，他怎么会在现场？我也不明白，我向天发誓，范无咎早就离开京都，另有派遣。再者说，你也知道，
是我主动让刑部带走凶犯的。如果我是真凶，这岂不是画蛇添足吗？我看不懂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也看不懂。等一下，范无咎死了吗？没死，无助。那就没事儿啊。只要范无咎承认他是被你派出京都的，那此事就与你无关啊。他不能说呀。老二派他对范思哲下手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公之于众呢？更何况，与范思哲同行的还有监察院的成员。对监察院出手，等同于叛国谋逆。我要是范无咎啊，我也只能闭口不谈了。毕竟对他来说，杀个凶犯总好过谋逆吧。范思哲是你送走的？是。在送他离开的时候，就在为今天做准备？那不至于，我也不能未卜先知吧。我当时就是想着，范思哲既然被卷入了抱月楼一事，老二就不会让他轻松离开。对于他的安危，我多算了一步。以范无咎的刀法，一般九品都未必能留住。确实如此。谁能擒他？那自然不是一般的九品了。这哪儿？京都府前，杀人灭口事情都做了，装傻有意思吗？杀人灭口？怎么，铁证如山，你还要抵赖不成？庆国人，庆国人杀庆国人，齐国人凑个热闹。凑热闹是吧？凑热闹，能与北齐圣女一战，也不枉费我一生祈祷。说的不远。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合作，我跟那个海康图图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我还都没说话呢。我知道您在想什么，我必须负责任地说，您想错了。继续解释。对天发誓，行不行？我是婉儿什么人？是他爹。那你说我信不信？您总应该相信我的人品。哎，您把林家和婉儿托付给我，不就是看上我人品纯良吗？这是京都，
人品纯良，我敢托付。那我这一身清白，我就说不清楚了我。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，正是我们林家未来数十年的希望。您这句话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夸你呀！范无咎这一手用到此处，绝妙不过。此事诬陷真凶，所有图谋到如今全数逆转。这一局，李承泽已露败相。时间很短，抓紧聊完，怎么回事？北西境内，对反思者下手，海棠夺走出手相证，我败了。他们把我押回京都，关押几日，今日把我打晕，醒过来就已经在京都府了。海棠夺走押你回京都？那倒不是，是监察院的人把我押回来的。监察院，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？不清楚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嘴严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殿下准备的杀手，原本是为了加厚范闲，可如今你的出现，反而让殿下陷入了僵局。要杀我？我现在还不能死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第一，追杀范思哲的事不能提。懂。第二，京都府前行刺，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绝不可牵连殿下。我现在这个身份，说的话他们不会相信的。信不信不重要，起码明面上要过得去。行，行，行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，我转达给殿下。良心，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参加传媒了？替我谢谢殿下，他至少给过我希望。跟他说谢谢。我该走了。哎，老徐，麻烦你个事儿。说。让我带本书，就一本圣贤书，哪本都行。谢谢。谢谢。殿下猜到你想的什么？最懂我的还是他。跟殿下说谢谢。
海棠朵朵、监察院都站在范闲这一边。这个海棠朵朵跟范闲是不是有私情呢？我觉得不是。那为什么要帮他？因为范闲是内库未来的主人。危难之际，圣女出手相救，感激不尽。还行吗？行，行。什么行？上京城了。好。跟你们南庆、京都比呢？各有千秋。这鬼鬼祟祟怕什么呢？我怕他们把我认出来。齐国人和庆国人长相上没什么区别，不用担心，你光看脸看不出来。你别发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在秦国多出名吗？爹是范建，五武尚书，司南国，在你们这异国他乡的，我这高贵子弟多危险啊！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了。谢谢啊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爱听这个，那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，嫂子。哎！你哥是怎么说我的？还用他说吗？整个庆国都传遍了，我都懂。你懂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是在齐国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别叫我嫂子。齐国还瞒着呢是吧？没瞒着。你想说出去啊？我跟你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没有。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我跟你是一头的，我向着你。你什么就跟我一头的呀？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？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，特没精神，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，哪跟你似的，是吧？你又特别我告诉你，我帮你哥主要是因为他接手了内库。我们齐国跟你们庆国毕竟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如果你们庆国内乱的话，我也是乐见其成的，懂吗？就完全不相信是吗？跟上。上哪儿，嫂子？哎呦！就这儿，进去吧。你们庆国在上京城安排的铺子。干啥使的？指挥暗探居中调度，你哥让我把你送到这儿。哦。指挥暗探？对。这种地儿我哥都告诉你，那你俩指定是好朋友。该帮的我都帮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人呢？口感风寒，不宜待客。你要什么自己看啊。郭宝坤，范思哲。哎呀。对，那是药啊！你哥呢？嫁呢吧？不知道。他没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帮你啊！你别胡闹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？啊！我大庆暗探，所有行动都靠我指挥若定啊！这等要紧差事，你别跟着掺和。反正你要能来，我也能来。这话说的。严冰云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监察院四处的吗？不是，那样的人物，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！
你再看看我啊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这个小铺安然无恙，仿佛潜于9渊之下，毫无破绽。这般手段，你还敢小瞧我？还是小师妹会吃，酸辣加水果真不错。师兄，怎么想着来看我了？陛下叫我来的，他就想问问范思哲是不是送到郭宝坤那个油铺去了。连陛下都知道这个油铺了。哼，何止，满朝上下各部官员，现在谁不知道？别说他们了，咱们老师成日清修，足不出户，现在都知道那个油铺了。陛下特意说了，郭宝坤是人才，千万得留住，可别换个聪明的来。那容易，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？哎呦，难呐！做事太不小心，漏洞都出现的那么突然，要假装不发现还得合理，太难了。没事儿，咱们齐国上下用心帮衬点儿，务必保住这个郭宝坤。这北齐锦衣卫，在我看来，就如同草鸡瓦狗一般。上京城谍网如今在我的掌管之下，万无一失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禁军巡城都不打我这儿过了，可见我藏得多好。听着倒是挺厉害啊，总感觉哪儿不对。哪儿不对？你说，你尽管说。哪儿都对，哪儿都对。既然呢，你哥让你跟着我啊，那我就给他个面子，你好好学学，也多看看。这样，下回踏青你跟着我们一道去。什么？踏青？跟谁啊？暗探啊！暗探平时还能踏青呢？怎么了？大家身处险境，背井离乡，难免心生忧惧。那我就想着，没事我们可以聚一聚啊，踏踏青，吃吃饭，哪怕一块看看书也好呀。这样吧，我是说，万一呀，就是你跟这些暗探们正欢聚一堂的时候，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？无人察觉异常。由此可见啊，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，你哥算是挖到宝了。好，可惜了的呀，你也要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回京都啊。我哥让我来找你，就让你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说是之前跟你有什么约定，答应你了要救你爹一命。真的？啊，说时机到了。他说让我做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去呗。那这儿怎么办？交给你来接管了。我交给我怎么了？不就天天带他们游山玩水的聚会吗？但是啊，这次我得先送你回去。行，干嘛？哎呦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，咱不着急吧？现在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。咱不再谋划谋划了？有什么好谋划的？路上那么长时间呢，可以慢慢想啊。出其不意才能杀敌于不备啊。要动作够快，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郭宝坤跟范思哲离开了油铺，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。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，大伙都守着呢。这是要回庆国？看着像。怎么办？放不放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！要不你去问问陛下，他不是要留着郭宝坤吗？陛下说了，范思哲和郭宝坤的事儿，你做主。有人顶郭宝坤的位置吗？没有，走得很突然。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这留个好印象，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你定。
你们珍惜一下剩女好不好啊？别什么事儿都让我干。你们个个多悠闲，我是剩女啊。贤？哦，对了，陛下让你有空给范闲写封信。我给他写信干嘛呀？问他一下，回南清这么久了，这红楼一卷也不更新，属实有点过分。天天就知道看书。放人。是。我跟着去看一眼。圣女，怎么样？一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好像人觉得他俩有问题，不过被我们按下来了。车哪儿来的？和马航租的。租到哪儿？租到边境。就直接说去边境，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。可不是嘛，这马航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官，不过被我们压下来了。敢问圣女，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？没错。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。辛苦你们了。一切正常。刚才你还挺聪明的，居然说去边境，没直接说去庆国。随时保持隐蔽，是咱们做暗探的第一要务。我还挺有天分的吧？死者，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。郭兄，先前确实对你有些唐突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范闲敢把你一个人放在北齐。哎呀，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郭兄所言极是啊。大人。2个消息啊，一个呢是这范无咎在刑部都已经招供了。怎么说的？我在殿下府上做事，圆梦与靖王世子相识，世子又与我们家殿下常常走动，我便认识圆梦。圆梦转投抱月楼，我看这是个好买卖。就偷偷瞒着殿下，帮着抱月楼办了几个卖身契。可惜此事被人知晓，我就故人行凶。之后就有了杀人灭口。我太贪了，都是我干的。他说的倒清楚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错。他说呀，这个买凶是故意冒着您的名义，想要栽赃给您，这不合理啊！他既然冒充我买凶，又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？查这个凶手啊，已经查到他身上了，他不杀人灭口已经不行了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倒是撇清楚了您的嫌疑。我原来还担心呢，担心他往您身上泼脏水，说跟您同盟了。二皇子现在跟我这局面，他会下刀客跟我同谋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他现在啊，已经顾不上我了，只能尽量撇清跟二皇子的关系。那他能撇清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京都的人有那么好骗吗？可是刑部说供词没什么问题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心知肚明罢了。哎，你刚刚不说俩消息吗？还一个呢？啊，有人又来探望您的病情了，病重不见客。是督察院的赖明成，就上回参我那个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来看望我的病情，这是哪一处啊？我家大人呐，那是重病缠身呐。但是听说赖大人到了，他强撑着也要跟您见上一面。你们家有多大？
我们家？范府。范家这，不知道。各部官员所居宅邸大小是按照职别各有限定的。啊，如果范府于志，我一定要猜上一本的。那要不您给量量？今天没有准备，有尺子吗？您等会儿，我给您借一把去。啊，不用了。哎，哟，大人，您看您怎么还起来了？不是不让您起来吗？小范大人，赖御史来了。啊，哎呀，赖御史啊，我都这样的了，我就不起来了啊。哎，小范大人，我问过太医，说你是重伤，买了些红枣，给你补补气血。多谢多谢。我们这些督察院的靠的就是一点俸禄啊，不比那些官员。你可能也听说了，在京都府里，只有我们这些御史是最穷的。本想给你买些补品，只是捉襟见肘，买不起，请见谅。红枣挺好，我就喜欢红枣。赖御史，请坐吧。老王，看茶。我坐坐就走。您请坐。我给您倒上啊。小范大人，令尊中毒，你又重伤，是不是二殿下所为？我只能说没证据，不好说。范无咎的供词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他一个门客，竟敢瞒着二殿下参与抱月楼杀人一案，一听就是胡扯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参二殿下。你要参皇子？我等身为御史言官，理当秉公执谏。那我敢问一句，您这话干嘛跟我说呀？贪腐一案侦办至今，从名册上往下查，京城的官员受牵连的都与二殿下有密切的来往。如果继续查下去，发现潜藏极深，光靠我们督察院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查不下去了？除非是监察院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案卷。找我帮忙？不是找你，是找监察院合作查探。那你应该去监察院呀，来我家做什么？监察院内其他人我不熟，只有你，我刚刚参过你，也算是有来往吧。这算是哪门子来往啊？这查贪视为国事，有问题吗？那我要是帮了你，你还参我吗？当然要参了。你这是既要参我，还要我帮你。此事绝非个人恩怨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国法森严，怎么能私人交易？您可真是请人帮忙，一点好处也不想给。不愿意就算了。可以。怎么？可以合作。老王，带赖御史去趟监察院，一处有哪些案卷相关的，他想看都可以看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你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赖御史，虽然你过去参过我，将来可能还要参我，但我总觉得有朝一日，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。那不能，行公事者怎能有私意？有道理。不过，小范大人，你我在查府反贪上面也许会有合作。为了国事，我想再多问一句：
你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？怎么了？你病好之后，抱月楼一案，我要参你啊。那这医处的案卷，您多久能看完？1日足矣。2日，2日之后上场。2日病就好了。吃了您的枣，可不能耽误你参悟。那好，2日后，朝堂上见。哎呀，这位真够可以的。哎，我送送去啊。哎，这也不是上殿的路啊。今天在御书房。为何不应该在殿上吗？陛下说了，督察院主要是参的你，你什么官职？哪有资格总是上殿，占用百官的时间？哎呀，行吧，是我不配。哎，我坐哪儿啊？坐。又是参小范大人了。后面站着去。不止。啊，这督察院胆子这么大。听说赖御史还去监察院查。借过啊，不好意思。闹得人心惶惶。是啊。范大人怎么在这儿猫着呢？啊，我看看这儿有什么书。这地方好啊，谁也瞧不见呢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呗。啊，今儿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陛下说呀，今儿来不来不强迫，看自愿。自愿啊，这可基本都来了。这年头自愿能信呐。您看看，那几位都到了，我们谁敢不来呀？是吧？陛下好！啊，这里不同大殿，不必这么拘礼。都坐下，放轻松点儿。范闲，臣在。雷明成，臣在。你还参他吗？参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户部尚书范建。陛下，赖御史参我之前，我能先参一个吗？说。陛下，请看，全是名贵珠宝，臣找人估过，价值连城。哪儿来的？前几日臣与郡主去长辈家中做客，人家随手送的。随手一送，就是价值连城。那位长辈家中远不止于此，依山林建园，搜集天下奇珍异石，更有花魁无数，奢靡之风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个那位是哪位？正是监察院院长陈萍萍。臣参陈萍萍涉嫌贪污受贿，请陛下明察。裴院长，臣在。有想说的吗？小范大人，我自己的东西送人，有错吗？有没有错，我说了不算。只是当下朝堂正值查腐惩贪、肃清吏治、以彰国法，在这个当口，什么礼也不敢收啊。陛下，臣能解释吗？陛下，这些珠宝您是否看着眼熟？这些都是陛下赏的，微薄之功，陛下屡次重赏，臣内心感激，也惶恐。你拿朕赐给你的东西送人，什么意思？
自家后辈，其他的也拿不出手啊。那陈元呢？陈元是我暂住，房契不在你名下？不是。陛下，这种手段也常有。房契不写自己名字，对外说是或租或借，但深查下去就不好说了。陈院长，能不能解释一下陈元是借谁的？皇家财产，陛下赐我暂住，臣也有些积蓄，这些钱财所有来处，全都可查。范闲，满意了吗？臣满意，臣参完了。赖明成，陛下，你参范家父子是什么罪名？陛下，范家牵扯抱月楼一案，身为朝官，私开青楼，与理不合，范家教子无方，有损官声，范家父子皆该担责。好像还死了人。陛下，杀人一案牵扯到二殿下，臣想一件一件的讲。范建，臣在。你想说什么？回陛下，臣次子范思哲顽劣少礼，被人瞒骗，确实是抱月楼东家。臣教子无方一事无话可说，幸而犬子悬崖勒马，甚至悔改，早已将抱月楼封了。臣也以家法责之，将其赶出京都，远赴苦寒之地，磨砺身心。先有国法，后有家规。犬子范思哲并无官身，开青楼虽然不妥，倒也不违律法。既然这样说，那满朝的文武官员，谁没有妻儿老小、七亲八故？要是人人都恣意妄为，官为私用，沆瀣一气，那我大清朝堂的脸面何在？陛下，范建身为生父，范闲身为长兄，范家父子皆应担责。你觉得怎么个担责？降爵严斥。丞相，陛下，你觉得呢？臣不太明白了。抱月楼不是有人命官司在吗？这都没说清楚，怎么又聊上家规了？老臣附议，毕竟人命关天呐。言之有理，人命关天。查无实证，范家的事儿，稍后再说吧。陛下，臣原想由轻到重，循序渐进，先谈人命官司也行。范大人，不是你图什么呀？您自个儿是监察院的提司，您参这边院长，查贪惩奸呢，我图什么？新蛋要是贪了，我一样参你。开玩笑，看戏，诸公都知道了，抱月楼3凶犯杀人之后被监察院捕获，随后刀客范无咎在京都府外刺杀凶犯。据查，凶犯乃是二殿下的门客，臣赖明成，参二殿下有杀人灭口之嫌。儿臣于下不言，勿信奸佞。只是这杀人灭口的罪名，儿臣担不起。范无咎已经供认不讳，诸多恶行真的是他一人所为，儿臣也是遭贼人蒙蔽，悔之晚矣。但是，庆国的律法讲究的是仁政、无政。正是。陛下。我督察院深受皇恩，彻查百官贪腐，现在已有端倪。经过细查，在前一份的名单上，又查出京都
15名贪官的名字。陛下，请看。陛下，范闲出使北齐归来，向陛下提起二殿下和长公主携手北齐走私一案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大批的银两哪里去了？这15名官员都有大量的钱财来路不明，而且他们都与二殿下来往密切。这臣就要问了，这走私来的银两，二殿下是不是都用到了贿赂百官的身上？陛下，臣恳请重查二殿下与长公主北齐走私一案。不准！陛下三思啊！走私一案查无实证，纯属揣测。这事儿就到这儿。陛下，实证也许就在眼前。范无咎是二殿下的门客，重审范无咎，一是人命关天，可以查出真相；二是可以查出走私的端倪，请陛下恩准。查，说的太对了，一定要查，我100个支持。至于范无咎重审之事，我也支持。有赖于实在，鲍玉楼之事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一个清清白白。陛下，儿臣还有个念想，不吐不快。说。方才范尚书说了，抱月楼已经封了，儿臣着实有些担忧。抱月楼内歌妓杂役少说有数十人，他们一样是大晋的子民啊。这抱月楼封了，他们今后该如何生计？何去何从啊？儿臣以为这抱月楼之事是由范家起的，这些人也应该由范家来善后才是。有道理，抱月楼善后之事我接着。麻烦问一句，还做老本行吗？那自然不会再做青楼。那就太好了。李承泽，传旨，禁足你半年，自请其身。儿臣遵旨。范见范闲，臣在。罚俸禄半年，以儆效尤。臣遵旨。赖明成，陛下，赖御史，满意了？陛下，范家父子有损官声，降薪半年，处罚太轻，难以服众啊！你还想怎样？将军，家风确实不严，但是罪不至此吧？陛下，三思啊！陛下，你这是逼着朕改旨意是吗？臣
不敢。你什么不敢？你什么都敢。二皇子已经禁足半年了，你还不知足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今天大体都有个了断。散了吧。陛下，臣们还没有参完。陛下，臣还没有参完。好，你参谁啊？陛下，臣要参的也是陈萍萍。臣参的不是贪腐，而是法度不明。臣也不是参陈萍萍一个人，我参的是整个监察院。陛下，监察院成立至今，麾下用人良莠不齐，诸般形势素有狂悖，朝堂上下、敌国境外诸事皆有涉足，可谓权力滔天。陛下，请问历朝古制可有此先例？岂有此理！陛下，陈院长呕心沥血，为庆国立下多少奇功？若没有监察院，哪来我庆国的太平盛世？你还敢参监察院？对，就算古制也未必全对。可是庞然大物，天下诸事各不共担，这不仅仅是古制，亦是常理。陛下，臣恳请将历年监察院之卷宗交付六部，分而治之。你这意思是让六部多担些差事？不止，陈萍萍告老。百官都觉着监察院终究是利大于弊，那说明六部有昏昧。赖御史，监察院这些年来还是立了不少功的。可法令不明，后患无穷啊！陛下，这陈萍萍还在国法辖制之下吗？你的意思是天下人皆醉，唯你独醒？陛下要三思啊！